下周五，非农定生死，美债收益率一周飙到 4.75%， 金价被摁着打。周五单日跌了 1.29%， 收在4107。可你把整整一周摊开来看，黄金居然还是涨的，收涨 0.89%， 白银却反着走，一周跌了 1.9%， 一个红，一个绿，劲往两头使。更悬的是4077这道地板，周五盘中被摸到4076才勉强守住，而头顶4174那条50日均线，多头这一整周一字都没能站上去。下周美联储最看重的非农就压在周五，黄金到底是被数据一锤子砸穿4000，还是借着降息预期收复4174，把这波反弹做实成真反转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2日，星期天，市场休市，没有新的价格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聊隔夜，专心展望下一周，把下周的日历、关键点位和多空剧本一次性给你捋清楚。郑重提醒，我不是投资顾问，接下来讲的一切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分析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黄金、白银波动很大，请你一定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，盈亏自负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上周五黄金收在4107，全周还是小涨 0.89%， 但白银掉队，一周跌了 1.9%， 黄金独强的格局很明显。第二，压垮周五金价的是美债10年期收益率一口气冲到 4.75% 这个高位。第三，下周最该盯的是周五那份非农就业数据，以及黄金4077这道支撑和4174这道均线关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花1分钟，把上周的坐标说清楚，这样下周的剧本你才看得懂。上周黄金走的是一个先抑后扬，又在周五被打回的过程。周三一度探到4036的周内低点，周四一根大阳线暴力反弹冲到4160附近，结果周五美债收益率一飙，金价单日又跌回4107。可即便周五这么一砸，整整一周算下来，黄金还是收涨了 0.89%。你看，多头的韧性其实还在，只是每一次冲高都过不了头顶那道坎。如果你昨天听了我们的本周复盘，应该记得我反复念叨的那句话，没站上4174，别把反弹当反转。这句话上周被市场结结实实的验证了一遍。周四冲到4160，离4174只差10几美元，就是没碰到。周五立刻被打了下来，而4077那道支撑，周五盘中最低摸到4076，收盘又拉了回来，守是守住了，但守的惊险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黄金还牢牢困在4077到4160这个箱体里，既没有破位，也没有突破。白银就没这么体面了，整整一周，白银跌了 1.9%， 和黄金一涨一跌，硬生生把金银比价从69一路推到了71出头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这波行情里，资金更认黄金的避险和央行购金逻辑，而对白银这种更吃工业需求、更吃风险偏好的品种，兴趣是打了折的。黄金独强，白银掉队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你警惕的信号，因为真正健康的贵金属牛市，往往是白银领着涨的。我们把黄金单独拎出来，再看仔细一点。上周五收盘4107，全周涨 0.89%， 但周内的振幅其实不小，低点4036，高点4170，来回100多美元。从筹码的角度看，买盘集中在4040到4080这一带，每次跌到这里都有人接，而卖盘则死死守在4160到4174这一段，多头一冲上去就有人往下砸。这就是典型的箱体震荡，上有顶，下有底，谁也没能力打破。再往上看均线，目前金价压在50日均线4165的下方，
而200日均线还高高的挂在4587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中期趋势看，黄金还没有重新站上多头的成本线。50日均线这条线，你可以粗略理解成最近2个月买家的平均持仓成本，价格在它下面，说明这2个月进场的人，多数还在浮亏。他们头顶的解套抛压，就是每一次反弹的阻力来源。所以你会看到4174这道坎，黄金屡攻不下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多头的希望在哪？在于价格并没有跌破前期的箱体下沿4077这道原来的天花板，现在翻过身来变成了地板。上周五那根长长的下影线，就是多头在这里奋力反抗的证据。只要这道地板不破，黄金这个箱体的故事就还没有讲完。白银这边值得多说2句，因为它这周是真的拖了后腿。上周五白银收在 57.79， 全周跌了 1.9%， 盘中一度跌破 57.5， 最低摸到 57.2， 才勉强收了回来。和黄金一比，差距很直观，黄金一周红盘，白银一周绿盘，方向完全相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可以把白银理解成黄金那个脾气更暴躁的表弟，它身上一半是贵金属的避险属性，另一半是工业金属的属性，光伏、电子、电动车都要用到它。所以当市场开始担心经济降温，风险偏好回落的时候，白银那条工业的腿就先软了，于是它跌起来比黄金狠，涨起来也比黄金猛。这一周美债收益率飙升，市场对经济前景犯嘀咕，白银自然就被这条工业腿给拖累了。金银比价升到71，就是这种分化的温度计，比值越高，说明白银越弱，市场的广度越差。对下周来说，这个比价能不能从71回落，是判断风险偏好是不是真的回暖的一个关键线索。要说清楚上周五黄金为什么突然跳水，就绕不开一个词，美债收益率。上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周一的 4.61%一路爬到了周五的 4.75%， 单单周五一天就跳了7个基点，这就是压垮金价的直接原因。这里我用最朴素的话把这个传导链讲清楚。黄金有个天生的软肋，它不生息。你把钱放进黄金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可美国国债会。所以当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往上窜到 4.75% 这么高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大了。同样一笔钱，买国债能稳稳拿到 4.75% 的利息，买黄金却是零利息，那资金的天平自然就往国债那头倾斜，金价就承压。这就是收益率和金价经常反着走的根本原因。而且收益率往上走，往往还牵着另一只手，那就是美元。收益率越高，美元资产越有吸引力，全球资金就越愿意换成美元去买美债，美元指数因此走强。而黄金是用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强，同样一盎司，黄金换算成美元就显得更贵，对海外买家的吸引力下降，金价于是又多挨了一记。上周恰恰就是这套组合拳，收益率和美元同向走强，黄金腹背受敌，这也是它周五跌的那么干脆的原因。但这里还有一个更细的层次，我希望你能听懂。同样是收益率高，含义可能完全不同。如果是因为通胀预期升温，把名义收益率推高，那实际利率不一定跟着涨，黄金未必怕。可如果是因为市场认为美联储会更久地维持高利率，甚至还留着加息的可能，目前市场就还给了差不多30%的加息概率，那被推高的就是实际利率，这才是黄金真正的克星。上周五这一波更像是后者，偏强的数据预期加上收益率跳升，让市场重新给高利率定价，于是黄金和白银一起挨了打。所以下周的核心矛盾就很清楚了，这波收益率的上冲到底是短暂的情绪，还是趋势的重启？如果下周数据继续偏强，收益率站稳 4.75% 上方，黄金的日子会不好过。可只要数据一软，降息预期重新占上风，
收益率掉头往下，金价立刻就有反扑的弹药。地缘政治这一块，上周没有爆发新的重大冲突，避险情绪相对平静，这其实也是金价上周涨不动的一个背景原因。没有突发的恐慌资金去追黄金，但你不能因此就忽略避险这条线。真正拖住黄金长期底部的是各国央行这2年持续不断的购金，光是今年第1季度，全球央行就净买入了244吨黄金，而这个趋势从2022年开始就在加速。这些央行买金买的不是短期波动，而是在为去美元化、为分散美元资产的风险做长期的战略布局。所以哪怕短线金价被收益率打压，这层来自官方的不看价格只看战略的买盘，就是黄金脚下那张厚厚的安全网。下周如果地缘上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避险资金随时可能重新点燃金价，这是你要留一只眼睛盯着的变量。再来看美联储这条主线，它决定的是收益率和金价的大方向。目前市场的定价其实是偏鹰的，大约70%的人认为美联储下一次会按兵不动，维持利率不变，还有差不多30%的人甚至在压住它会再加一次息。你没听错，现在市场里连降息的共识都还没有，反而有一部分人在担心加息。为什么这对黄金这么关键？因为黄金是个不升息的资产，它的估值几乎完全看实际利率的脸色。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得越高越久，实际利率就越高，持有黄金的代价就越大，金价的天花板也就越低。反过来，一旦美联储确认转向，开始降息，实际利率下行，黄金立刻就海阔天空。所以你看，市场每一次对美联储路径的重新定价，都会直接反映到金价上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下周的数据这么重要。那几份数据本质上都是在帮市场校准同一件事：美联储到底还要不要，还能不能维持高利率？数据强，高利率的预期就更稳固。收益率上，金价下，数据弱，降息的想象空间打开；收益率下，金价上，下周的黄金基本就是围着这一个逻辑在转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下周要盯的位置其实非常清晰。往下，第一道支撑就是4077，这里是原来的箱体天花板翻身变成的地板。上周五盘中一度被摸到4076，又被拉了回来，含金量很高。一旦这道地板被有效跌破，注意，是收盘价站不住，不是盘中插一下，那下一个目标就直指4000这条多空生命线了。4000是多头绝对不能丢的底线。往上，第一道阻力是4160，也就是上周的箱体上沿，而真正的硬骨头是4174那条50日均线。多头必须先收上4174，才谈得上把这波反弹升级成反转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目前黄金的14日 RSI 是50.0， 正好卡在中轴线上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读数。RSI 这个指标，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衡量涨跌动能的温度计，越接近100越超买，越接近0越超卖，而50就是多空力量刚好平衡的位置。这个50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黄金现在既不超买，也不超卖，上下都还有空间。它不像见顶那样动能衰竭，也没有跌出超卖的抄底信号，完全就是一张白纸，等着下周的数据来决定往哪一边填色。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砸穿的问题， RSI 给的答案是，现在下任何结论都太早，一切要看非农这一锤子落在哪儿。白银的技术面比黄金更偏弱一些，下方支撑看 57.5， 这是上周的低点区，一旦失守，下面就是57整数关口，再往下就要看年内的低点支撑了。上方阻力先看59，也就是上周四的收盘位置，站上去之后才轮到60这道整数大关。目前白银被压在50日均线64的下方一大截，弱势格局比黄金更加明显。白银的14日 RSI 是 43.2，
处在中性偏弱的位置，这个读数比黄金的50要低，说明白银的下跌动能还没完全释放，反弹的力气也弱一些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白银现在还没到超卖的抄底区，但也谈不上强势，它更像是在等黄金拿主意。黄金企稳，白银才有跟涨的底气。黄金要是破位，白银大概率会跌得比黄金更快。所以下周看白银，先看金银比价71能不能回落，那才是白银真正转强的第一个信号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，提醒一下风险。下周是数据密集周，尤其是周五的非农，历来是黄金波动最剧烈的时刻之一。数据一出，金价在几分钟内上下几十美元，都是家常便饭。这种时候，追高杀跌是最容易吃亏的。数据公布前后，行情经常先急速冲一个方向，把追单的人套牢，再狠狠的反向打回来。这种假突破在非农日尤其常见，所以我恳请你务必谨慎，别在数据出来的那一瞬间，凭着冲动就下重手。无论你看多还是看空，都请设好自己的止损，控制好仓位，保持冷静，让子弹先飞一会儿，等方向真正走出来了再说。我常跟大家说，交易这件事，赚钱靠的是判断，活下去靠的是纪律。尤其在非农这种大风大浪的日子，纪律比判断更值钱。市场永远在，机会永远有，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。好，重头戏来了，我们来把下周的剧本完整的铺一遍。先看下周关注的日历，一句话概括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就业周、数据周。周一，美国7月制造业 PMI 打头阵，先给经济的冷热把个脉。周二是职位空缺数据，看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松紧。周三是服务业 PMI， 分量比制造业更重，因为服务业占了美国经济的大头，而真正的大魔王压在周五。7月非农就业报告，这份数据是美联储最看重的指标，它会直接决定市场对降息路径的重新定价，也就直接决定收益率和金价往哪走。整整一周，前面的数据都是开胃菜，周五的非农才是主菜。这里也提醒你一句，非农看的不只是新增就业的人数，还要盯失业率和平均时薪。如果就业强，时薪也涨得快，那通胀和高利率的故事就更硬，对黄金不利。反过来，就业明显放缓，降息的门就被推开一条缝，金价才有底气往上。再说短线怎么看？短线的剧本我给你拆成两半。向上的情形，如果下周的 PMI 或者非农数据偏弱，降息预期重新升温，收益率掉头往下，那黄金有机会先反攻4160，如果能进一步有效收上4174这条50日均线，这波就从反弹升级为反转，打开重新看高的空间。向下的情形，如果数据继续偏强，收益率站稳 4.75% 上方，黄金大概率会去试探4077这道地板，一旦收盘有效跌破4077，就要当心箱体破位，下一站直指4000生命线。所以下周的黄金4077和4174就是上下两道生死线，盯紧这两个数字基本就够了。白银则跟着黄金走，重点看金银比价71能不能回落。那长线怎么看？把镜头拉远，结构性的大逻辑其实没有变，而且是偏多的。央行购金还在继续，一季度就净买了244吨。去美元化，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张，以及实际利率终将见顶回落，这些中长期的推手，都指向一个更弱的美元和一个有支撑的金价。所以我的整体判断依然是那句老话，短线偏谨慎，长线偏乐观。短线在非农落地，在收益率见顶信号出现之前，我不急着追多，用箱体思路对待。长线，任何因为短期数据造成的深度回调，
反而可能是中长期布局的机会。回到开头我们那个问题，下周的黄金到底是被数据砸穿4000，还是收复4174，把反弹做实成反转？我的判断是，在非农落地之前，这更可能是一场箱体里的等待，而不是单边行情。4077守得住，黄金就还有故事。只有有效站上4174，反转才算真正成立。而一旦4077失守，4000这道生命线就要接受考验。方向的钥匙就藏在周五那份非农报告里。所以，送你今天的一句话：守住4000才有故事，站上4174才是反转。最后，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下周非农之后，金价会先跌破4077，还是先站上416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你，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任何决策都请你独立判断，谨慎为上，盈亏自负。愿你在下周的行情里，既能抓住机会，也能守住本金。如果今天这期下周前瞻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顺手打开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就不会错过了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